迎回到 Sasami 的频道，这是一个专注分享 Web3 的频道，带你看懂行业趋势，发现更多价值。最近稳定币特别火，很多朋友都会问，拿着稳定币能做什么？投资回报有多高？之前的一期视频里面，我们其实聊过，链上各种 DeFi 项目层出不穷，但其中涉及的风险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看懂。那今天我就请来我的好朋友 Tyron， 他是资深的 DeFi 玩家，最近也花了不少时间来研究这些链上的稳定币生息池。接下来他会和我们分享自己的观察和发现，帮大家更好的去理解这些生息池的玩法、收益和风险。欢迎 Tyron。Hello， 谢谢 Sammy 的介绍。大家好，我叫 Tyron， 中文名是子琪。对，我主要是在 Bifrost， 现在是做一个产品团队中的一员，平时就会调研一些稳定币相关，包括刚才提到的 Vault 相关的一些产品。所以呢，最近这个概念比较火，这赛道参与的人也比较多，产品层出不穷。我们今天也可以看看有哪些有意思的产品。那我们就是直入主题好了。你最近研究了很多这个生息池，那现在链上其实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池子，收益率也非常的高。那其实它肯定玩法就不只是像国债这么简单了，然后中间就涉及到更多复杂的一些金融的操作。那现在你看到典型的模式是怎么样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收益都在什么水平呢？ OK， 好。现在大部分收益其实分为两种，我觉得一种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像 USDT、USDC 这样的稳定币，那这样的稳定币它属于是需要去用的，所以他们会做很大流动性，但是他们缺少了一个就是像 Vault 这种原生的 Vault 功能。那么第二种稳定币就是最近比较火的，就是一些像 Vault 稳定币，或者说叫它自带收益的一些稳定币。这些稳定币大概比较高的收益的话，会在8%到10%左右。比较典型的像 Ethena 的 USDE，然后收益会稍微低一些的，比如说像美国国债去做资产储备，这个都在4%左右，所以这个浮动区间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所以我们去介绍稳定币的时候，也要去看一下现在大概有哪种稳定币，然后方便大家去理解，对吧？那收益为什么会差这么多？我简单画了这么一个图啊，然后这个图里面就是整个现在稳定币都有哪些种类嘛？大概是分为4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USDT、USDC 这个种类的，我们叫这个可以说是现货稳定币。那么这种它的后备呢储备基本都是现金或者是美债或者一些 RWA 这样的资产作为储备。这个其实这一类基本上不带什么我们普通用户可以触及到的生息源。那么第二个就比较有意思的叫 Yield Bearing 稳定币。那么这一类呢，它其实不是1:1锚定美元的，它会随着这个背后的储备升息去把你的这个 Yield Bearing 的稳定币的价值去提高。那么后边这升息来源其实就是它的储备是什么。一般来说这些储备可能是这几种稳定币中的任意一种，那只要有利息，那它就会去为这个 Yield Bearing 稳定币去增值。Yield Bearing 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升息凭证类型的稳定币。那么第三种类就是 Synthetics， 也是最近比较火的这种像合成稳定币。合成它其实可以被理解为是用某些策略去在背后去做一些合成策略，以达到一个更高的收益吧。那么相比于这种国债储备类型，它的收益普遍来说会更高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像 USDE、SUSD 或者 USR 就最近比较新出的，一会儿我们会看到。那么这个它背后基本上会使用一种叫 Delta Neutral 这种中性策略。那么这个简单理解就是它会去做一个对冲，做一个现货单，然后再做一个空单去赚这个费率，去赚合约费率，那么以达到它这个更高的收益指标。这是一种合成稳定币。那么最后一种就是在 DeFi 里面比较常见的这种 over collateralized 这种超额抵押型的稳定币，比较典型的就是贷了，现在升级为了叫这个 USDS， 对吧？然后还有 Curve 的稳定币，还有 Aave 的稳定币，这些都是算是原生加密货币超额抵押发行出来的。你需要在他们的借贷池里面去超额抵押其他资产，然后借出一种稳定币，那这个稳定币就是他们发行的超额抵押类型的。那么今天我们会大概涵盖这4种稳定币来去探讨，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
比较长的这么一个表单，但是我们肯定不会都讲，会去大概介绍一些其中比较有意思，然后比较有代表性的每种稳定币，然后看看他们的后备抵押以及他们的逻辑是怎么样的，然后利息大概是多少，有什么风险。确实这个表单非常长，我觉得看得眼花缭乱。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刚刚介绍的4种稳定币，然后他们大概的这个审计的规模是怎么样，就是对用户来讲，就是他们比如说最突出的风险是哪些 OK， 那我们就可以先看一个可能 DeFi 玩家比较关心的，像 USDE 啊，或者说我们直接介绍一下合成稳定币。那么这里面 USDE 就是首当其冲，应该是 TVL 最高的。那目前的收益率大概是 8.5%在 9.5% 之间。我们可以直接去这个 Ethena Dep 上去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收益来源。对，我们在 Ethena Dep 上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后备资产就是 BTC、ETH 以及 ETH 的一些流动性质押资产。那么它其实就是用比特币和以太坊去做这个合约对冲，然后赚的这个资金费率。那么它的费率能支持它的 USDE 有多少的年化收益呢？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 USDE 它大概这个后边做合约对冲大概有多少的收益率去支持它的这个协议收入和这个 SUSDE 的这个利率。那么现在是30天利率大概是 8.19%， 但是它的这个收益波动其实是比较大的，有的时候会到 4%， 有的时候会到 8%， 那这个取决于一个市场行情。这种类型的这种合成稳定币类型，它后面做的这种 Delta Neutral 主要是根据市场情绪或者说市场的做多和做空的这么一个趋势来跟踪它的收益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处于牛市，那么做多的人大的概率会比较多，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它那收的这个合约的这个费率单这个费率差就比较多，因为做多的人比较多，然后所以他做的这个后面的这个空单呢，就会去赚这些做多的人的这些费率，那么也就意味着 USDE 它的这个收益是比较高的。同时它这个呢，就是你要去把 USDE 去铸造成这个叫 SUSDE， 也就是说它其实把这个流动性或者说把这个协议的激励去分给了一小部分人，那小部分人就是去铸造了这个 SUSDE 的人。对，它这个机制呢，我们简单来讲其实就是这样。然后它有什么风险呢？这种合成类的，那它需要去做这种做空单，那么其实它会有这种就是交易所的价格差的风险。也就是说，如果一旦交易所里面的现货，比如说 BTC 或者是 ETH 的现货价格和它的合约价格是偏离的，现货价格比如说它高于了合约的这个价格，那么就会导致说，一旦 USDE 出现了这种短期脱锚的时候呢，那么它有可能会形成一种 Ethena 它每次在还它的空单去清仓它的空单的时候，会出现一定的亏损，去出现一定的坏账。那么当这个市场情绪或者说 USDE 被抛售过多，然后用户觉得这种脱锚情况比较难以挽回的时候，那么市场情绪就会一直去出售 USDE， 对吧？会导致价格一直下降，然后呢 Ethena 就会不断的需要去平它的空单。那么现在又处于一个现货和这个合约价格脱锚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 Ethena 就会不断的去支付更多的这个坏账，去把这个空单平到，那这个时候会造成它的这种储备不足的问题，有可能这是它的一个风险点的所在。然后它的这种收益波动也是比较大的，刚才我们说了，主要是它这种机制是基于一个它就比较笃定说市场大部分情况是做多的情况，所以呢它的这个做空单是可以去赚这个费率差的。那么如果一旦进入熊市，然后可能做空单的人更多一些，那它的费率差其实是不太好赚的，是赚不到太多费率。那这个时候 USDE 的它的整体的收益率也会随之下降，这是它收益率波动的一个风险。对，那刚才说了这个 Ethena 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那最近有一个比较火的叫这个 USR， 也是一个 Ethena 一样的机制，也是在后面去做这 Delta Neutral， 然后它这个亏损呢可能会比较
更激进一点。如果说一旦有这个协议不赚钱的情况下，它的这个亏损会更大一些。我们大概看一下可以。其实它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这 USR 就是 USDE， 然后这 STUSR 就是 SUSDE。然后呢，现在咱们先不管这 RLP 是什么东西，那么这两个是它主要去赚钱的地儿。也就是说，用户呢现在一共存了，比如说5万美金的 USR 进来，那么其中有2万美金的人去铸造了 STUSR， 那这5万美金背后所赚的这些利润，其实是只给这个 STUSR 持有的人。那么就是说 STUSR 这个持有人的收益率比较高，那么它呢又占这个整体 USR 里面大概40%吧，所以他拿40%的利润。那么剩下60%给谁呢？给这 RLP。也就是说，这 RLP 这3万美金，它其实是用户给这个整个池子做了一个超额抵押，也就是说给它多增加了一些流动性窗口。比如说当这个 USR 有赎回需求的时候，会先从这 RLP 这边走，就是给它多提供了一些额外流动性，去支持整体的这个协议运转。所以这 LP 风险是很高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么现在这个协议里面，你 USR 如果你去在它这个 Vault 里面抵押的话，是6.1%的收益率。那这 RLP 的话是有10.18%嘛。其实它这个风险相对来说也是更高的。那什么时候会兑现这个风险呢？就比如说，它上面给这个例子是这个协议在 take profit 的情况下，就是它赚钱的情况下。比如他赚了2万块钱，那其中有5000多是分给这个 STUSR 持有人，那么剩下这个13000吧，大概去分给这个 RLP 这持有人。但是，一旦他这个协议，比如说他做的这个中性策略开始亏钱了，在亏钱的情况下，他整体的 TVL， 比如说他亏了2万块钱，这2万块钱从谁那儿出呢？那其实他只从 RLP， 就是你提供流动性的人这些手里出。那本来你3万美金的这个 TVL 在 RLP 上，那现在变成1万了。也就是说，那个我手里面如果我都是去存这个 RLP 的情况下，我其实有可能本金也会去损失。就是它走的是这么一种机制，就是流动性缓冲池的这么一种机制，所以它会把你这流动性缓冲池也作为一种像保险一样，把这流动性抽走，对，去补它的这个亏损，会有这种情况存在。所以这种合成稳定币也需要去认真看一下它这个机制有哪些风险。是的，就是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当你看到左边是6%，右边是10%，这个10%它中间肯定是有更高的风险，所以得看清楚到底风险在哪里。对，是的。这种合成稳定币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对吧？刚才讲了2家，一个是 Ethena， 另一个是这个 USR。那他们其实也是这种策略，发一个1:1等值美元的稳定币，然后再发一个这种收益类型稳定币。那么除了这种合成稳定币，我们刚提到了还有像 yield bearing， 然后这种 Fed backed， 还有这个超额抵押。那么他们其实现在的调性基本都是去做2种稳定币，那么一个可能是锚定美元的，那另一个是收益类型。所以现在大概是这么一个行业，大概是这么一种节奏。然后我们可以再说说这种像美债去做储备的稳定币，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比如像 Build， 对吧？这个是贝莱德他们发的这种 RWA 类型的稳定币，那么它其实背后是美债去做储备的，那它收益大概有4.21%，但是用户可能直接接触不到这种稳定币，因为它需要一些机构级的这种 KYC， 然后才能去有准入门槛。然后像 USDTV 这个是 Ethena 做的，对吧？然后它背后储备其实直接就用 Build 这个 RWA 完成储备，然后它发了这么一个稳定币。其实它的收益率应该是跟这个 Build 差不多的，只不过它没有去公开它的收益率。然后我们比较典型的像 Ondo Finance 最近也比较火，那它其实也是发了2种稳定币，一个叫 OUSG， 另一个叫 USDY。它们两个主要区别其实是后面的这种风险了，一个是等于说 OUSG 它背后的储备是直接用了短期美债的 ETF， 然后这个 USDY 呢，它其实是
用了这个美债和银行存款，主要是梅隆银行帮他们操作。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去铸造这个 USDY 的话，你实际上是你的本金实际上是让这个Ondo Finance 去托管给了这个梅隆银行，然后去配置它的这些资产。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Ondo Finance， 我们这儿应该有，对，我们直接看这儿好了。那么这个是这个 USDY 嘛，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梅隆银行主要去托管做他们这些策略的。那么其实大部分你看这个 allocation rate 里面大部分都是用的这个美债，然后还有一些像这个 bank deposit， 这是1%吧，也就他们另一个稳定币叫这个 OUSG 嘛。那它背后其实直接是 Ondo Finance 去持有的，也是通过 custodian 去持有的一些 ETF。那如果有这个用户对 ETF 持有比较感兴趣，那他可能会去用这个产品。所以那总结下来就是，他们大部分会发2种稳定币，然后这2种稳定币他们的一个策略是不太一样的，就面向的用户是不太一样的，后面的这个储备风险管理也是不太一样的。他们俩收益率是差不多的。对，收益率其实差不多，因为其实都是用了美债嘛，只不过一个是 ETF 对吧？然后一个是银行管，4%。OK。对。好的，你继续。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可以去介绍一下，叫这个 Suriname USDC， 它其实是一个可以理解为一个机构类型的 Aave。那 Aave其实是它做了一个公开市场，然后你任何用户可以去抵押，然后借出任何另一种 token，你机构可以过来去申请做一个 borrower， 你去借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流动性，其实一部分来自于用户，另一部分来自于另一个机构去提供的这个流动性。那么这是他们这个 DApp 的一个用户级的客户端，等于说我作为普通用户，也可以去铸造这个稳定币。这个是等于说你铸造了之后，就去给这个整个池子添加可以去被借出的流动性了。然后对于机构用户来说呢，也有这么一个客户端，这个就是它有这么几种产品，你像 Blue Chip 或者是这个 High Yield， 那么它这种你可以去提供 USDC 或者是 WTH 作为抵押品，它也是超额抵押的，去作为抵押品然后去借。但是你要是想借的话呢，你就得去申请一个叫 borrower 这么一个角色，那你就可以作为一个机构的用户去借了。但是呢，普通用户是不能去参与它这个借款的，就是普通用户只能是去存，然后拿。对，普通用户只能存，对，是这样的。但是它的这个收益率很高，就是当然其中有2.2%是它的这种协议的激励，那么其他的其实是直接它的这种借贷收益了。了解。他协议的激励是拿什么激励？就是他自己的 token 吗？还是？对，他自己的 token 去激励的。Maple 是发了币的？发没发币？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发没发币。对，因为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协议自己的激励还得有时候打个折，就是他看他是用什么来激励的，然后他多久发给你，是不是能当场卖掉？如果能立即卖掉的那种流动性非常好的，那就相当于是现金激励了。但有时候那个激励就是他发给你的代币是没有流动性的，所以也得看一下。是的。然后现在可能作为普通用户的话，这些你像刚才这个他只能去存，或者像 Ethena 或者像刚才咱们说的这种 USR 来说，他们这些稳定币可能都会去提供一些 point， 现在是这个 DeFi 里面比较主流的玩法嘛，对吧？会去给你提供一些这个积分，然后这个积分它会分一期的，每一个季度，比如说或者每一个月，它会给你结算一次这些积分。那么你积分占所有总积分的占比，然后你会通过这个占比去瓜分它这个每一期去空投的奖励。所以呢，就是会有去专门去算这个积分的这种计算器，或者是这种，如果你去关注一些常玩 DeFi 的人，他会去讲一些你怎么去算这个最近的一些这个积分大概能给你带来多少收益。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去只看收益率的话，我们只看收益率的情况下，虽然它这个 vote 是 10.18%， 但是你有可能会看到就这个 USR 它本来比如说在 Pendle 或者一些其他 DeFi 协议上，它的收益率甚至比这个它的 vote 还高。那这个其实就是来源于有一些人会去预测它的空投积分会最终给它带来多少的收益率，会去预测这个值，所以它的
这个收益率也不一样。了解。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Pendle 好了，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Pendle， 那么 USDE 里面的这个 PT， 你看它的收益率达到了 14.17%， 但是其实 USDE 的收益率可能只有 8%， 对吧？那如果你存成 SUSD 的话，它只有 8%。那为什么它这个 USDE， 你本身如果你只持有 USDE， 它是没有收益的？为什么它有 17.14% 的收益？那其实这个就在于 Ethena 它会发很多的这个 point， 这个里面，所以收益是来自于这个 Ethena 的，就是 DeFi 的这个激励。对，比如说你看一下我的这个 point， 它其实如果你只持有 USDE 的话，它就不会给你分这些 point。然后呢，如果你去它的这些应用场景里面去抵押 USDE 的话，它会给你更高倍率的这个 point， 所以你就会收到更多的 point， 也就意味着你在一期里面会分到更多的空投份额。在哪儿去看这个 point 呢？你看他们这种协议，它都会给你告诉你一个这个叫 opportunity，然后它这个拿了 USDE 去哪儿用，像这个它告诉你 Pendle 这个积分是给多少倍，60倍，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像这个为什么这块收益这么高？你存这个 USDE 这块有60倍的收益，然后对，它是给你一个这个 APY， 就是映射从那 Pendle 映射过来，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些 DeFi 的玩法，它都会根据场景去给不一样的这种收益预期嘛，所以可以去关注一下。对，其实 DeFi 有个很重要的，要跟可能像我们很多观众都不太了解 ，DeFi 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叫 farming， 所以就是想要拿这个利息，就一定要看清楚它其中的这个风险。对，是的，包括它会这种协议，它会给一些，比如说它孵化的新生协议的一些这个 point， 那么这种新生协议可能风险就更大一些了。然后你去看，比如说它这有这个叫什么 terminal 吧，就是这个协议，它会给这个 point。像这种协议来说，你去存的话，它会给你，也会给你这种它本身自己协议去发的一些 point。然后你要去存 USDE， 对吧？那其实他也没有公布太多他的这些融资或者包括他团队背景的一些信息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是风险会比较高的。所以这种虽然它收益高，但是我们不确定的东西也比较多，这种就需要注意一下。就是它还是一个黑箱，其实对，就是我们不知道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操作。是。现在好像最近还没有碰到稳定币项目有爆雷的情况，但是一般某一个这个概念或者是一个赛道能火起来，那肯定会在这个路上有怎么也说也得有一两个爆雷的情况，所以那肯定一般就是现在咱们还处于非常初期嘛，刚火起来，这个杠杆越来越高的时候，就是离爆雷的风险就越来越近了。那我看你就是表单上有非常多的这个项目的信息，收集了这么多项目的信息，你自己如果要去选一个生机池，然后去把自己的这个稳定币放在里面去拿收益的话，你自己会怎么选呢？自己选，作为普通用户来讲，我肯定选这种收益率相对较高，然后 TVL 又大，起码这也会说明它协议的风险会相对些少一些，然后背后储备的资产类型会相对多一些这种协议，所以我基本上还是会用 Ethena， 然后它的场景也很多，对 DeFi 来说比较友好，它场景很多，然后对，虽然这表格里有这么多种稳定币，但是呢，其实用户能直接参与的并不太多，就是这里列的包括了很多这个机构需要做 KYC 之后才能参与的，所以对用户来说能参与的这几个收益率又比较高的，也就刚才介绍的这几个 USDE 对吧？然后这个 Maple 这个，然后还有 USR 也是用户可以参与的，包括 Aave 这个就不多做介绍了，这个可能用 DeFi 的用户应该都知道，大概就是这么几个其实。然后你要说收益场景多的，那不得不说就是 Ethena 的收益场景非常多，然后可以选择的玩法也很多。你在 Pendle 上有非常多的玩法，你可以自己就直接拿着 PT 吃这个 17.4 的年化就行了，或者是它这有这 YT 能给你170倍的这个积分，也就是说你把你所有的本金都换成 YT 的情况下，你可以直接去赚170倍的这个 Ethena 的这个积分。看一下它这个 implied APR 其实可以
理解为就是市场对它当前的一个收益的预测。但是一旦比如说ENA 它的这个 token 价格暴跌那其实它最后你能拿到的收益就会比这个预测的收益会变少。那它最近这预测收益一直在涨，就是因为 ENA 在涨，对吧？它一旦出现下跌的情况下，那你最后这个 YT 买了之后你会亏钱。所以这个就是看自己的一种交易策略。对，就是你这边看了这么多项目下来，会觉得就是接下来我们稳定币的玩法会有一些什么改变吗？会的，至少有这么1-2家做 Vault 的稳定币会爆雷吧。然后爆雷之后，然后大家会发现这些 Vault 会有一些很多的黑箱操作，因为现在你存的本金进去，其实在这个协议和他的这个代理方之间，他们之间的互转，只要转到了链下，你就无法跟踪了，对吧？你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去给你做了空单，或者是不是真的去给你投资了某种资产。你去验证这个，你只能通过这个就是他发的定期的财报和定期的这个透明度报告去验证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这种黑箱操作。一旦有这个黑箱操作问题的情况下，那就会出现这种 bot 类型稳定币的爆雷。爆雷之后，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稳定币去更专注于链上去做这个逻辑，也会看到，我觉得会看到更多的 custodian 他会把他的逻辑都去喂到链上，去通过比如说 Chainlink 这种预言机，他把这个逻辑直接喂到链上之后，你去通过区块浏览器去查它的这个资金流转的一个路径，会把这个整个路径做得更透明。但是我觉得产品层面可能在储备上面，它会增加更多种的 RWA 储备吧。除了美债以外的 RWA， 像比如说房地产这种，是不是现在只是一个概念，或者是它之后真的有用力，目前比较未知。如果有更多的这种 RWA 类型会加入到稳定币储备里面，那稳定币其实它就会有更多的策略，那它的收益率也不太一样，风险偏好也就不太一样。RWA 这种储备资产我觉得会去增加稳定币的产品类型，大概是这样。了解，链上这个基础设施数据透明会做得更好，然后其次的话就是稳定币可投资的这个资产类型也会更多元化，就是靠 RWA 这边。行呀，我觉得我挺拭目以待的，看哪个池子先爆雷。确实。你有什么预测吗？现在？我现在不太好说了，现在没有那种特别激进的项目来吧。最近这2天不是比较火的是这个 River 吗？昨天不是有一个项目发40%吗？就是那个 River 吗？就是 River。就是 River， 就是它。了解。对。然后说它是一个之前做那个比特币 Layer 2的一个项目，然后之前应该是跑路了吧，还是怎么着？然后现在来做一个稳定币项目，就是这种项目一来之后，会有一些这个更黑箱的项目来吧，会有一些风险。了解的，那谢谢子琪跟我们分享你最近做的这些调研，我相信对观众会非常有帮助，然后也提醒就是在看这个视频的每一位链上冲浪要注意风险。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不管是关于稳定币还是关于 Web3，欢迎大家给我们在评论区留言，也别忘了关注这个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